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有粉丝私信我，想让我说一说瘦长人 Slender Man， 一名虚构的超自然人物。可能大家都知道，因为他的长相辨识度是相当的高，他有着非常长的身形和手，但是脸上却是毫无表情，也没有五官。他经常穿着一身全黑的西装，打着黑色的领带，并且住在树林的深处。瘦长人的故事呢，通常是围绕着他的跟踪、绑架或伤害人们，特别是儿童。虽然他并不像一些灵异事件和都市传说那样会给人传得神乎其神，但是他却像心魔一样存在每个美国人的心里。在2009年6月10日，瘦长人首次出现在网站吓人玩意儿的论坛上。当时呢，这个网站正在举行 Photoshop 的竞赛，用户可以上传他们创作的超自然图片参与竞赛。艾瑞克·克努森上传了2张黑白照片，两张图片中原本只有一群小孩，不过克努森通过了 PS 加入了一个又高又瘦、穿着黑西装笑幽灵似的人。虽然先前上传的参赛作品都只有图片，但他这次附上了文字，还据说是从目击证人那边来的。这些文字描述了证人绑架孩童的行为，而其中提到的瘦长人这个名字。之后呢，有用户陆续在帖子中提出了自己心中瘦长人的样貌和故事，拓展了这个角色。不久后便开始广为人知，也成为了许多作者笔下的题材。但由于瘦长人这个角色是虚拟的，所以并没有官方的形象作为参考。他的外貌、动机、习性以及能力等属性并不固定，往往会随着故事作者的描述而转变。一般来说，瘦长人的身材高瘦，有一对异常长的触手似的手臂，又或者干脆连手臂也没有，只有触手，而且可以伸长捕获猎物。瘦长人有着一颗白色没有特征的头，但是有时候他的脸会因为不同的目击者而显示出不同的样貌。服装方面，他通常穿着一身深色的西装，打着领带。瘦长人时常出没在森林、野外或者废弃的地点，并且可以瞬间移动。此外，在许多版本的故事里，如果正常人靠近瘦长人，他就会得瘦长病，会导致强烈的偏执、噩梦、幻觉和流鼻血。在早期的故事中，瘦长人以孩童或青少年为主要目标，其中有的青少年有精神方面的疾病，有的则没有。也有人表示，如果去调查瘦长人，就会被盯上。因瘦长人影响而犯下的暴力行为中，其中最著名的案子就是沃基肖郡刺伤案。在2014年的5月31日，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沃基肖郡，2名12岁女学生艾妮莎和摩根将同龄女学生佩顿引诱到公园后，将她压倒在地上，捅了19刀便即离开。佩顿爬出森林到马路边求救，才捡回了一条命。经警方调查，两人表示自己曾在网络上读过瘦长人的故事，计划了几个月，打算通过谋杀来取悦瘦长人。这2个人也说，如果他们不杀人，瘦长人可能就会杀他们的家人。这2个人被诊断出有精神方面的疾病。在2017年8月21日，已经15岁的艾妮莎承认了自己犯下了2级谋杀罪，在12月21日被判处必须监禁在精神病院中，直到他40岁为止。2018年2月1日，摩根被判监禁在威斯康星精神病院至少40年。而另外一起事件是在2014年的6月5日，俄亥俄州汉密尔顿县的一名妇女下班回家后被刀子袭击后报警，据称袭击者是该妇女的13岁女儿。据母亲说，她戴着头巾和空白的白色口罩向她打招呼。据说女儿有精神病史，对网上读到瘦长人的传说非常着迷，而这位母亲的脸、脖子和背部都有伤口。同年的下半年，在佛罗里达州奇港的一名14岁女孩在家中点燃了一块漂白剂，格朗姆酒浸泡的床单纵火，母亲和9岁的弟弟深陷火海。而那个女孩承认阅读了很多关于瘦长人的文章，对此表示非常后悔，甚至还给母亲发短信向大家问是否还好。这些骇人听闻的案件也增加了人们对于瘦长人的惊恐。虽然他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，但是给这些未成年儿童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。他其实没有这么的恐怖，只是因为他造成的社会影响造就了人们对他的恐惧。与瘦长人有关的媒体，除了网络上发布的虚拟小说外，还包含了网络剧，如《大理石黄蜂》。该剧主创特洛伊表示，瘦长人之所以会恐怖，是因为人们可以将它塑造成自己心中最恐怖的东西。瘦长人身为网络爆红事物，也影响了流行文化。如电子游戏《我的世界中的怪物》Enderman 末影人就是神似瘦长人而参考了他的名字。而后来甚至出现了以瘦长人为主角的游戏《瘦长鬼影八叶指》和他的电影《瘦长鬼影降临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影视作品和游戏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记得3连加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